虽然叶晨救了江老太太母子2人的命，但对江老太太，他依旧心存感激。这是因为江老太太将祖传的凤骨藤手镯毫不犹豫地送给了自己。原本叶晨还以为老太太其实并不知道凤骨藤手镯是祖传的，材料罕见，但这东西究竟有多难得，有多大的价值，她应该是不清楚的。但这次见面之后，叶晨才发现，其实江老太太对凤骨藤手镯的价值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的。当年那个孟长生孟老祖只是从江家先祖那里要走了一只凤骨藤手镯，便将它养在身边几十年，甚至还先后给过他2颗回春丹。不仅如此，孟长生为了寻找突破，在与江家先祖分别之前，甚至还答应，若自己将来求得长生，定会给他一场机缘。虽说孟长生做这些应该不光是为了还凤骨藤的情，但叶晨猜测凤骨藤绝对占很重要的比重。这些往事江家一代代传下来，江老太太心知肚明。可在墨西哥的时候，她依旧愿意用这只手镯来感谢自己，这让叶晨心中也有了几分感激。而且凤骨藤的用处绝不仅仅是炼制那20颗重塑丹，将来若是想炼制高等级的丹药，凤骨藤几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，对自己将来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也正是如此，他才会大包大揽，决定用自己的实力让江老太太母子2人一生无忧。眼见别墅与商铺都安顿好，叶晨便也放心许多。陈泽楷也吩咐了叶家在蜀都的手下，要尽心尽力多照顾母子2人。一旦母子2人生意做起来了，也要尽量用温和低调的办法多多照顾。一切安顿妥当，叶晨便与江老太太告辞。在江老太太千恩万谢，一路送他们的车出了小区之后，叶晨才与陈泽楷连夜赶往蜀都机场，乘机返回金陵。飞机上，陈泽楷由于开了一天的车，已经有些疲倦的他，在飞机起飞之后，便在舒适的平躺座椅上熟睡过去。叶晨则毫无倦意，把江老太太送给自己的那副画轴重新拿了出来，放在双腿之上徐徐展开。画面中，仙风鹤骨的孟长生再度跃然于画卷之上。先前在蜀南江家的老宅中看到这幅画时，这幅画高悬墙上，而且灯光昏暗，再加上江老太太给叶晨讲起那些往事时，让叶晨分神不少，所以他并没有太仔细欣赏这幅画作。而如今将其摊在面前，借着飞机上的阅读灯仔细观赏之后，叶晨对这幅画的功底与神韵更是拍案叫绝。因为华夏古人重韵味而不重真实，其实绝大部分的古代知名画家其实都不善写实，山水、鱼虫、人物其实都更注重一个气韵生动。而江家这位先祖的画作虽然也是传统的国画风格，但在细节的刻画上却非常详尽用心，以至于画中的孟长生给人的感觉十分真实生动，就连那随风摇曳的长长胡须都显得格外逼真。许是唐朝人作画还没有题字的习惯，叶晨在画上并没有找到任何落款字迹，但他心中坚信，若是将这幅画公诸于世，凭借这画中鬼斧神工般的画风，恐怕在整个艺术领域都会引发一场轰动。说不定唐朝著名画家的排名也会因为这幅画的问世而改写。不过叶晨自然是没这个打算，这幅画他决定好好珍藏，回金陵之后不会让其他人看到这画中的内容。目不转睛地欣赏许久，就在叶晨准备将这幅画轴重新卷起的时候，他忽然感觉到这画轴之中隐隐有些几分微乎其微的灵气波动，这让他整个人瞬间一凛。据江老太太所说，这幅画乃他家先祖老年所作，既然是老年，那必是早已与孟长生分别，而江家先祖并没有掌握灵气的天赋，所以他除了服过2颗回春丹，活得比普通人久一些之外，绝不可能身怀灵气。这也就意味着他在老年时画的这幅画本不该有任何灵气的存在。可是这幅画中
确实有着十分细微的灵气踪迹。叶晨在心里不由自问，莫非这灵气是孟长生所留？或许江家人并不知道，孟长生曾经在某个时间段回来过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静下心来，分出几许灵气，小心地将整幅画覆盖其中，寻找那一丝灵气的源头。很快，他便在孟长生画像的头部寻到了那丝灵气的踪影。叶晨心中大喜，即刻用灵气去感知对方。就在两股灵气相融的那一刹那，叶晨脑中忽然涌入一段第一视角的画面。画面中，一处山中村落正在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，葬礼上的人穿着打扮都并非现代，看起来更像是唐朝的装扮。叶晨从地形地貌能够认得出，这山村正是江老太太生活的那个山村，而画面中那山村看起来也并不似今日这般破败。画面之中的山村里坐落着一个颇为大气的木质庭院，四处雕梁画栋，一看便是富贵人家。不过画面中的葬礼并非连贯的实时画面，而是更像快进很多倍的延时摄影。一众人围聚堂屋的棺材前，一名中年男性跪地嚎啕大哭，一群女眷和孩子也在后面啼哭不止。而正对面的墙上便挂着3幅画，也正是叶晨在江老太太家中看到的那3幅。随后的画面便是人们哭丧吊孝，虽然礼仪繁多，但好在整个画面速度极快，走马观花般便一一礼毕。待所有该行的礼节礼毕之后，10多名壮年抬着棺材来到后山脚下，将棺材葬于此处。随后一众人回到那木质的深宅大院，热闹褪去，几名女眷哭提着与家人陆续走了，剩下中年男人自己守在灵堂。只是这中年人脸上看不出半分痛苦，反而一脸喜色地站在堂屋中间，看着正中央墙上那幅孟长生的画像，笑嘻嘻地说道：孟老祖家父3日前便已仙逝，而今日又已入土，而便是有起死回生之能，如今也恐成徒劳。若尔真能寻得长生归，自应将当年许诺家父之机缘转赠于吾。家父久活113载，羡杀旁人，吾今已40有2，唯望尔能早得长生，早日兑现当年之诺。这中年人说话虽然晦涩难懂，但叶晨还是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他应该就是江家老祖的儿子。此时他站在孟长生的画像前，念叨着要让孟长生早日求得长生，然后再回来将当年许诺他父亲的机缘转赠给他。说白了，他是在盼着孟长生回来，让他也能长生不老。此人言罢，堂屋之中忽然刮来一阵风，紧接着他便趴在地上沉沉睡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身穿青衫的中年男子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进来，此人衣着相貌与孟长生画像一般无二，只是看起来比画像中的孟长生更年轻了几分。叶晨能够断定，此人便是孟长生。孟长生在3幅画中驻足良久，随后看着右手边江家先祖老年的自画像，感叹道：功成人已去，暮云，汝若多等为师3日，为师便可履行当年之约，而如今汝既已去，为师理应履约于汝儿，可方才观其言行，实令为师失望之极。此番机缘，不传也罢。说完，他伸出手去，在自己的画像上轻轻一点，喃喃道：今日之事，为师已留于此画之中，若汝之子孙将来怪罪为师，撕了为师这画像，便可知其原委，将来吾与汝九泉重逢，汝切莫怪罪于我。言罢，他潇洒地转身，引入夜色之中。而这时，所有的画面也戛然而止。叶晨沉浸在这种近乎跨越时空的震惊之中，良久才回过神来。而回过神来的他，一边惊叹于孟长生这种将意念留于画作的本事，一边又不禁感慨江家子孙的悲惨命运。毫无疑问，孟长生回到那个小山村时，一定是求得了长生的。不过叶晨也能断定，孟长生得到的长生，应该只是突破了200年寿命的限制，绝不是长生不老、不死不灭。他之所以这么笃定，
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掌握了九玄天经之后，能够从局内人的角度来辩证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老，有的只是相对其他人能活得更久一些而已。至于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刚才画面中孟长生对江家先祖画像说的最后一句话，那句话直白些，就是将来与你在九泉之下重逢，你别因此怪罪我。自北魏起，便有了九泉之下的说法，而那时九泉所代表的便是人死后的世界。既然孟长生说将来会与江家先祖在九泉之下重逢，那就意味着他知道自己早晚必有一死。所以叶晨综合判断，当年的孟长生应该是赶在200岁阳寿之前找到了延续生命的办法，于是他便回来找江家先祖兑现诺言，但没想到来晚了一步。但按照孟长生的打算，即便江家先祖已经死了，他原本也该把机缘转赠给他的儿子。可江家老祖的儿子因为在画像前那番大逆不道的言论，让孟长生失望透顶，于是他便也错失了这个活到200岁甚至更久的好机会。不过叶晨也不禁感慨，这江家其他后代的脾气倒是真不错，一直到江老太太这一代，等了1000多年，还在等着孟长生能出现。这中间但凡有一个暴脾气的，眼看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一把将孟长生的画像撕了，怕是也早就知道原委了。可有时候就是造化弄人，江家人一直没等到这个结果，却是被自己无意间发现了。与此同时，叶晨心里也在暗忖，不知这孟长生究竟找到了什么办法，能让他的寿命突破200岁的上限，也不知他最后到底活了多少岁，若是活到现在，岂不是1400多岁？想到这里，叶晨又摇了摇头，坚定不移地暗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能活到1400岁，想来这位前辈早已经埋骨某地了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